存在吗？为什么这样问？你总是说天意天智，可是天真的存在吗？像我这种21世纪四无人类，无知无识无才无德，根本不理解2000年前的你嘴里说的天到底是什么，到底存不存在。如果天都不存在的话，那你说的天意天智不就是在鬼扯？天是存在的。有证据吗？有，不信你可以抬头看看。啊，天空，这就是你的证据？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那只是天空而已，一个自然现象。难道你的意思是天空就是天？你已经看到了天空，就证明天是存在的。至于天的情绪，天的意志，那需要用你的眼去观察，用你的心去体会。怎么观察？怎么体会？睁开眼，可以观察日月星云；伸出手，可以体会风寒风热。你就活在天的怀抱里，难道从来没有感知到吗？这些不就是自然现象吗？我能感知到什么呢？当日明月亮，星辰有度，风调雨顺，四季至宜，这就是上天情绪稳定的表现。因为天人同道，上下一心。可是当人间失格，天的情绪就会发生改变，寒热开始失调，气候偏离正轨，不该刮风的时候大刮特刮，该下雨的时候滴水不落，露水在半空瞬间蒸发，霜雪在地上久久不散，土地干旱，河床枯竭，沙漠涌泉，海水倒灌。当这样的灾厄视现人间，难道天如此明显的情绪你们感知不到？只会不明觉厉吧。说白了，从科学的角度，这些都是自然现象，我们普通人能从这些现象中感知到什么鬼？所以你们不是天子。天子？你是说国王、霸王还是皇帝？都不是，只有能准确感知天的情绪，准确感知天的意志的人才是天子。那些自称为王的人跟我说的天子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从古至今，那些王都说自己是天子啊。很久很久以前的确有过天子，他们能知天象，明天意，行天道，廉洁和平衡天地人三界，因此是人道的至高者，真正的天之子。可是后来人和天逐渐分离，人们不能上同于天，就会开始对一个事件产生不同的想法，矛盾也就如此产生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同高于别人，优于别人，人人都不服气别人的想法，只执着于自己的正确。于是轻则口舌争辩，重则打斗争杀，因此人心离散，无情撕咬，相互攻击。那时的人们就像活在丛林里的禽兽，人间没有安宁可言，于是天下大乱。可是乱着乱着，人们又开始厌倦混乱。为了解决这样的状况，他们选出了自己认为最贤良、最聪明、口才最好的人，来平息和管理这样的混乱。虽然这样的人是人选出来的，可是人们也把他们叫做天子，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受命于天。好奇怪啊！既然人们都觉得自己正确，不认为别人正确，为什么能推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天子？难道他们能一致认为天子最正确？当然不是，只是他们意识到比较谁最正确很难有结果。
但是让人们同意接受某一种正确成为唯一的标准，似乎容易点。所以那时候人们要的天子根本不是最正确的人，而是能让大家一致接纳一个标准的人。所以说那时候最正确已经不重要了，大家对某种正确采取一致的态度和一致的行动才重要，对吗？对，所以这时的天子虽然被叫做天子，但早已不是真正的天之子。这样的天子即便可以与民情民意保持暂时的一致，顺应民心，团结民众，却不一定能够准确地了知天意天志，也不能一直践行天道，更加无法平衡三界。所以从此就开启了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的统治轮回。当天子与天同道，天下就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；当天子与天背离，天下就暴风苦雨，疫病横生。所以说，从一个统治系统外部看的话，如果它顺天行事，这个系统就会安宁的长久点；如果它逆天而行，这个系统就会短命，甚至暴毙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从我的春秋战国到你的2000年后，华夏这片土地上一直动荡不止，安宁不过几百年的原因。没有真正的天子，只有伪善的王权。啊？那这样的不安宁还要持续多久呢？持续到那个天下所有人与天同道，天人再次合一的时刻。这就是真正的上同吗？对，天下上同。可是我们的时代比你的春秋战国更加撕裂，人与人，国与国，种与种，族与族，连认同和一致都谈不上真心，又怎么可能天下上同呢？可能，只要人们愿意上同，开始上同，可能性是存在的。那要怎么操作呢？至少告诉我个第一步吧。简单的很，顺天意不就行了？啊，这不是比登天还难？